凤家主决定的是郑一帆当儿子的左右不了，他只得说道：“妈，我们兄弟几个会照顾好爸的，就是爸跟妈分开住了，妈心烦的时候没有个伴儿陪着妈了。”凤家主淡冷的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，我自己会解决，不用你们操心了。你们好好照顾好你们的父亲，尽了孝道就行。”说完后，凤家主便挂断了电话。X 省的 A 市，高达38层楼高的办公大厦，最顶层的总裁办公室里，一名穿着女士西装、长发盘成发髻于脑后、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略显灰沉沉的天空，肚子忽然唱起了空城计，这让她有点苦恼。她中午没有吃好，不是饭菜不可口，是她吃厌了一个大厨做的饭菜，想换换口味，但是她还没有找到新的大厨，主要是没有找到做菜适合她胃口的大厨。她的嘴巴太挑，在 A 市已经出了名的挑剔，外面的人都在说那些学厨的人，只要能烧出让她吃上2口的菜，就可以进5星级大酒店当厨师了。要是能让她吃上一顿饭，那不得了，发财了，会被她花重金请进欧阳家，成为她专门的厨师，工资待遇好得很。外面的人都说能给她做满1个月的饭菜，就可以在 A 市好地段全款买上一套房，可见她给厨师的工资有多高了。最近欧阳家又在招厨师，但是应聘者就几个人，他们来面试，过了管家那一关，让他们做了几道拿手好菜，让他品尝后就没有下文了。他吃着不好吃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门外的人不等欧阳雅说话，就自顾自地推门进来。大姐。进来的也是个年轻靓丽的女子，是欧阳雅的大堂妹，欧阳家族的2小姐欧阳婷。欧阳婷手里提着个精致的袋子，她走进来，先是将袋子放在了欧阳雅的办公桌上，然后走到大姐的背后，关心地问：“大姐有心事吗？家里的男丁还小，离接班远着呢。欧阳家的所有生意都是由大姐打理着，他们也就是辅助一下，大姐很忙，也是个工作狂，1分1秒都舍不得浪费。谁要是浪费了她的时间，她能跟人急。所以看到大姐站在窗前，欧阳婷才会这样问话。我看大姐中午吃的不多，想必也饿了，就给大姐送来了一盒新鲜出炉的点心，是今天过来应聘的厨师做的点心。我们都尝过了，一致觉得这个厨师不错。”欧阳雅转过身来往回走，欧阳婷跟着她。最近吃厌了他们做的饭菜，中午确实没有多大的胃口，没有吃饱，现在就觉得肚饿了。欧阳雅走回到办公桌前，靠着桌子，伸手拿起了妹妹拿进来的精致袋子，从袋子里拿出了一盒点心。点心做得很小巧，有些做成了花朵样，有些是果子样，也有小动物的模样，做的倒是挺精致小巧的，花样也做得不错。好吃吗？今天来应聘的厨师做的。欧阳婷说道：“是他做的。这是个外地来的厨师，不过瞧着很年轻，都不足30岁。大姐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厨师你不录用，我都要录用的。他长得很帅，跟偶像明星一样帅，但是比偶像明星更有男子气概。他还没有做他的拿手好菜，仅是露了一手做这些点心。他说等到大姐有空回家吃饭了，他再露一手让大姐尝尝他做的菜。欧阳家请厨师本来就麻烦，不是面过是露2手就行的，还需要得当家人见过面，吃过他做的菜，聊过了，确定人品方面也不错，才会寻娶。所以要进欧阳家当厨师，仅有厨艺是不行的，还要求人品也好。”欧阳婷想起见到的应聘者，笑道：“咱们也不是没有见过帅哥，但今天来面试的这位帅哥是真的好帅，看着他，我觉得都不饿了。男色可餐。”欧阳雅好笑的道：“我看你是春心萌动了，想嫁人了吧？若是你对他一见钟情，
大姐让人去打听打听他的人品，家庭情况适合的话可以考虑考虑。还是算了吧，我是纯粹的欣赏他的帅气，又不想当老公。再说了，婚姻讲究门当户对，咱们家2个弟弟年纪都还小，靠着咱们姐妹撑着，外面多少人都瞧不起我们女子呢。也有不少人想打咱们家主意的，我们的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，不能嫁个凤凰男，哪怕那个凤凰男很有本事，咱们都不要选择。你想想咱们家什么家庭，什么地位，都说了不要用金钱去试探人性，试不起的。欧阳婷是觉得今天来面试的厨师长得很好看，大姐不录取他的话，他就录取进他2房当大厨。先不管他做菜的本事怎么样，凭他做的一手好点心，又长得好看，看着帅哥，吃着好吃的点心，欧阳婷觉得也是一种享受。欧阳雅打开了装着点心的盒子，盒子里面搭配着各种小刀叉。听到妹妹说的话，她拿小叉子的动作顿住，说到那么年轻的厨师，太年轻的，除非是打小就学做菜，还得有名师指导的那种，否则厨艺好不到哪里去。你看咱们家里的大厨，哪个不是在这一行钻研了10几年的？就是这样，咱们家也要经常换厨子。欧阳婷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大姐，那是咱们家姐妹都精吃，嘴巴挑才会老是换厨子。这不，咱们家现在又要换厨子，附近几个城市的厨子都不敢来面试，他们觉得就算咱们给的待遇再好，但是干不上多久就要被辞退的，不值得。”欧阳雅拿起小刀子切开了一块点心，然后再换成小叉子，插起了一小块的点心，还没有放进嘴里，又看了妹妹2眼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不值得的？他们从我们家里出去，各大酒店抢着要他们的身价比进我们家，当厨师之前不知道涨了多少倍呢。”说完后，他便将那小块点心放进嘴里，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吐出来的准备。欧阳婷也看着姐姐，见姐姐的嘴动了，并没有吐出吃进嘴里的点心，欧阳婷竟然觉得松了一口气。她真怕姐姐会吐掉点心，那样的话，前来面试的年轻厨师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欧阳雅又用小叉子再插了一小块点心放进嘴里，姐，是不是好吃？欧阳雅嗯了一声，做的小巧，样式精致，味道不错，就是有点干。欧阳婷立即去帮姐姐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递给姐姐，笑道：“是有点干，可能她不是很擅长做点心吧，不过她做出来的点心能让姐姐吃下去，就很不错了。”我粗略地问过她，她说她从6、7岁开始就进厨房打下手，然后跟着学做菜，虽说她现在不足30岁，但在做菜这方面也钻研了10几年了。她家里是厨师世家。欧阳雅吃完了第2块小点心，继续插心来吃，可能是她现在真的饿了吧，也是这点心真心不错，她能吃下去。等会儿还要开会，会议时长2个小时，她要是不吃点心垫垫肚子，在开会时肚子不停地唱空城计，那就丢脸了。欧阳婷答道：“我没有问她家里是不是厨师世家，她只是说她奶奶要求他们兄弟几个从就要学会独立，学会做饭做菜，说她奶奶嘴巴也特别挑，做得不好奶奶吃不下去，就会被奶奶训斥，还说她是真的很喜欢做菜，所以一直在钻研着各大派系的菜式，也跟很多大厨学过。”欧阳雅说道：“原来学了10几年，怪不得能做出我能吃进去的点心。”欧阳婷说道：“我觉得她年纪再大一点，肯定能成为天下大厨。她现在多大？跟大姐差不多大。”欧阳雅颇为诧异，这么年轻，她以为对方就算不足30岁，也有28、9岁了，没想到跟她差不多大，她也就25、26岁，是很年轻，还特别帅，可以说他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了。
谈吐举止也不俗，虽然衣着朴素了点儿，瞧着却有股浑然天成的贵气。欧阳雅打趣着妹妹，你是对人家有好感了吧？什么夸奖的话都往她身上送去。浑然天成的贵气，就是咱们出生在富贵家庭，都不敢说有着浑然天成的贵气，我们的高贵气质都还是一点点的养出来的。他们都学习过高级礼仪的，从小他们家里就请了很多老师回来，对他们1对1辅导教学，稍大一点又带他们出席各种宴会，接触各种富贵人物，开阔了眼界，见多识广了，才有如今的举手投足间尽显贵气。欧阳雅认为新来面试的厨师，就算家里条件过得去，也不会有他们欧阳家这样的环境。真有这么好的环境，也不会来他家里应聘厨师了。所以妹妹说新来面试的厨师有股浑然天成的贵气。欧阳雅觉得妹妹是带着滤镜看对方，因为第一眼印象极好。欧阳婷也不和姐姐争辩，她说到等姐姐有空了，叫她过来复试，亲自品尝一下她烧的菜，见见她这个人，姐就知道我说的不是虚的。她是觉得对方很优秀，不管是厨艺还是个未知数，毕竟她也只吃过她做的点心，饭菜还没有尝过，说不定她是擅长做点心呢。做菜的本事可能比一般的厨师要好，但跟欧阳家的大厨比，说不定还会有差距。如果她做的菜不能跟欧阳家现在的大厨相比，她是不能进入欧阳家上班的。欧阳雅说到等会儿我跟管家说一声，安排他明天下午过来复试，我明天傍晚回家吃饭，尝尝他做的饭菜，谁都不要帮他，让他自己准备饭菜，示范还有菜都必须经他手做出来的，不仅仅是菜。欧阳婷笑道，那明天晚上我们都回家尝尝他做的饭菜。虽说是长姐要换厨师，她们姐妹几个也很精吃，还经常在大伯家里吃饭，新厨师做的好不好吃，也关系到他们的口福，自然不能错过复试，品尝对方做的美食。欧阳雅说到，除了那几个住校的，其他的都叫回来尝尝呗。提到几个住校的堂妹，欧阳婷笑道，那就只有个人品尝的了，他们几乎都还在读书，都住校，回家一趟太远了，就不叫他们回来了。就是欧阳家的2位少爷，都在离家甚远的学校里求学，1个月才会回家一趟。欧阳家的7位仙女，目前只有3位进入了家族公司，打理着家族企业，其他4个都未毕业。长辈们虽然也精吃，但不算挑食，他们就经常说欧阳雅的，说欧阳雅嘴巴太挑，以后怎么嫁人？谁家能有那么好的大厨，能天天不重样的做着他能吃得下的饭菜？在欧阳家，欧阳雅现在是当家人，等他弟弟长大成人，能独当一面了，他这个当家人就要让位的了。他还当家的时候，倒是可以享受到高级大厨带来的美味大餐，但是他总要嫁人的，婆家会顺着他吗？哪怕他有足够的资本自己请厨师，以他这么挑的嘴巴，请回来的厨师都干不上1年就要被他换掉。想再找好厨师还得花很长时间，主要是他出名的嘴挑，给出再高的条件，前来应试者也是寥寥无几。欧阳雅笑道，那就不用管他们了，只要能过我这一关，大家都不会有意见的了。他是他们家里最挑食的一个，只要他能吃下去，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美味佳肴。就是我们都是以大姐为尊的，大姐说行就行，大姐这点先好吃吧，算是好吃，要是没那么干，不需要喝那么多水，那就更好了。干是干了点，他也吃了好几块点心，喝了半杯温开水，现在觉得不饿了，等下开会不用担心肚子唱空城计了。对了，那个新来面试的厨师叫什么名字？来自哪里？欧阳雅问了句。欧阳婷说道，来自 G 省的管城，叫战远。
G 省的呀，好远。欧阳家族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在 G 省也有生意，不过欧阳雅都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的，她从来没有去 G 省出过差，太远。大姐是请厨师，又不是找老公，管他远不远。欧阳婷笑道，只要他做的饭菜好吃，大姐能吃得下，吃不厌就行。欧阳雅也不将战远放在心上，她甚至都还没有见到战远，只是感叹一下战远来自管城，管城距离他们 X 省 A 市实在是太远了。我也希望有吃不厌的一个厨师在，不用3不5时换厨师。欧阳雅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，自嘲着也不知道我怎么就长了这么精致的嘴巴。大姐还吃点心吗？欧阳婷看到姐姐停止了吃点心，问了句，现在不饿了，不吃了。欧阳雅看看时间，说到马上就要去开会了。你不用回去了，跟我一起去会议室。欧阳婷拿过了点星河子，大姐不吃了，我把它吃完，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。这个战远估计有2把刷子，他说他不是很擅长做点心，但他做出来的点心，姐姐已经吃了几个。那是我饿了，姐不是会委屈自己嘴巴和胃的人。若不是战远做的点心好吃，就算姐再饿也吃不下去。欧阳雅笑笑，不说话了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虽说那个叫做战远的厨师做的点心有点干，但味道是真心不错。他忽然有点期待战远做的菜了。想了想，欧阳雅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管家，对管家说到通知今天来面试的那个厨师，明天下午过来复试，明晚我回家吃饭，除了他需要的材料可以帮他准备，其他的都必须他自己动手。你看着他做，免得他弄虚作假。管家恭敬的道，我马上就回复战先生，这个大小姐放心，不管谁来面试，我都全程看着的，没有机会弄虚作假。再说了，他们弄虚作假也没用，正式上班了，做出来的饭菜不合大小姐口味，一样会被辞退。通知了管家后，欧阳雅便和妹妹一起走出办公室去开会。那边的管家在大小姐挂了电话后，即刻就打电话给战远。战远很快便接听了他的电话。战先生，恭喜你，我们大小姐通知你明天下午过来复试。战远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他向管家道谢。我们大小姐说了，明天傍晚她回来吃饭。战先生想做什么菜，需要什么材料，现在就可以列张清单给我，明天我让人给你买回来。食材必须保证新鲜，我们大小姐的嘴巴特别挑，食材稍有点不新鲜，她都能吃出来的。战远说到，那方便加一下你的微信吗？等会儿我列出了清单，再将所需食材发给你，你明天让人去采购。可以。战先生搜索我的手机号码，就可以搜到我的微信号了。好的。结束通话后，战远搜索管家的手机号码，添加了对方为微信好友。他在微信上告诉管家，晚点再发明天要做的菜谱以及食材清单发给管家。管家回复他一个 OK 的表情。战远暂时是住在一家酒店里，跟管家发完信息后，他起身去给自己泡了一杯茶，然后回到沙发上坐下来，往后靠在沙发上，想着明天该做什么菜，才能一举征服欧阳雅的胃，为他赢得欧阳家厨师这个职位。是做他最拿手的菜，还是做些他比较少做的菜？慢慢的品着香茗，战远决定做些中规中矩的菜，一下子就做出最拿手的菜，以后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了，最拿手的得留着压轴。不过喜欢做菜的他又钻研了10几年，虽说年纪轻轻的，就算他认为他做的中规中矩的菜，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美味佳肴了。像今天他做的点心，不是他最擅长的，但欧阳雅还是吃了。虽然没有人告诉他，欧阳雅吃了他做的点心，
他也猜到欧阳雅吃过了，否则欧阳雅不会让管家通知他明天下午去复试，就是不知道除了他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竞争对手。战远今天才到的 A 市，还没有来得及去打听有没有竞争对手。想来就算有竞争对手，欧阳雅也不会让他们同时去复试的。他手机收到了新的信息，是大哥发来的语音信息。战远点开了大哥发来的语音信息，战印问他面试通过了吗？战远打电话回去给大哥，老六怎么样了？战远笑，大哥，我的厨艺怎么样？你对我没有信心吗？战印说道，大哥对你有信心，但是你面对的不是大哥，是欧阳大小姐，我还没有见到她，刚到，我先在酒店休息过，吃过饭才去面试，见到了欧阳家的大管家，还有二小姐，就是没有见到话事人欧阳大小姐。战印忍不住笑了，信心满满的跑过去，连正主都没有见着。这很正常呀，有人去战氏集团面试，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见到大哥吧，总要先见见底下的那些管理，层层通关了才能见到大哥。我这也是一样的，先见了管家，见了二小姐，他们觉得我成功率很大，我也露了一手，给他们做了点心试试。欧阳家的二小姐特别喜欢吃，说很好吃，管家也赞不绝口，点心还是我擅长的呢。他们赞不绝口没用呀，还得欧阳雅赞不绝口才行。战印笑问，你要是面试不通过怎么办？战远，大哥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盼着我面试失败似的？大哥的笑也有点幸灾乐祸，哪有，你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，我对你的关心是最多的。欧阳大小姐是奶奶给你挑选好的妻子人选，你面试不成功，大哥就是想知道你怎么接近她，打动她，不是亲弟弟，战印都不会这么八卦，那样关心弟弟的追妻之路顺不顺利。大哥，我怎么可能面试不能成功？不久前，我刚接到欧阳家的管家来电，管家通知我明天下午过去复试，说欧阳雅傍晚会回来吃饭。战印说道了哦，那恭喜你迈出的第一步成功了，谢谢大哥，我一定能以厨艺征服欧阳雅的，追不追妻倒是次要的。战远更想证明自己的厨艺了得，能征服欧阳雅的胃。战印笑道，那就祝你马到功成，早日带着欧阳大小姐回来跟我们见见面。战远有点牙疼的道，还早着呢，反正今年过年我还是一个人，现在离过年都不远了，肯定不指望你今年就脱单，明年你能脱单就不错了，你四哥五哥今年都脱不了单呢。少战一阳的追妻故事瞒得严严实实的，战印这个大哥都不是很清楚他的情况，当然也是战印不想去管弟弟们的私事。他说过，除非弟弟们有所求来找他，主动说，否则他都不会去打听弟弟们的感情之事。他又不是苏南，专管八卦之事，想听八卦问苏南准没错。大哥忙就不打扰你了，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回来，跟家里说说。对了，你跟爸妈报平安了吗？战印提醒弟弟要跟父母报平安，要不是知道弟弟去 X 省的 A 市面试，还有着追妻的目的，他母亲是很难同意的。就算现在同意了，有时候还会嘀嘀咕咕，抱怨老太太给战远挑的人选离管城太远了，真的是千里迢迢。我一下飞机就告诉妈了，等我复试成功了再打电话回去。大哥，你去忙吧，我的事我能处理好的，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我都20好几了。身为战印的亲弟弟，战远打小就得到了大哥的格外关照，虽说大哥也会给他很多私人空间，战远还是觉得在大哥的眼里，他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战印笑，知道了，你不是3岁小孩，已经20好几了，不知不觉你已经长大。行，你休息一下，大哥真的要忙了。战印很快就结束了通话。
他工作忙得很，为了能够每天挤点时间陪陪孕期，他尽量白天完成工作。但身为战氏集团的当家人，哪怕他白天争分夺秒，不浪费每一分钟，事情太多，白天也是处理不完的。只能说晚上尽量早点回家吧，晚上10点前能回家就很不错了。婚前他总是忙到深更半夜才归家的呢。记得刚闪婚那阵子，因为他深夜未归，海童以为他不回家了，把门反锁，导致他回家都开不了门。战远在大哥挂了电话后，继续悠闲地品着他的香茗。对于自己未来要做的事，他规划得好好的。奶奶给他们的时间一般是1年，他一点都不着急，做菜更重要。入职欧阳家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种挑战，虽说欧阳家的厨师很少干得长久的，战远也不打算干长久，就1年半载吧。他不能被困死在欧阳的内宅中，还要走遍大江南北，品尝更多美食，学做更多的美食。门铃响了起来，战远坐正身子，随手将那杯茶水摆放在桌面上，看向房门口。他是今天才到的，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人，会是谁来敲他的门？酒店的人吗？谁啊？战远沉声问道。战先生，我是和你一起去欧阳家面试的人，跟他一起去欧阳家面试的人。战远记得自己去欧阳家的时候，独自打车前往，到了欧阳家大宅后，登记好资料，再坐着管家安排来的车子，进入欧阳家大宅。欧阳家占地平方极广，虽比不得他们悠悠山庄，从大门口到主屋门前，走路的话还是有点远的，所以管家会安排车子前来接待客人进去。很快，战远反应过来，不是跟他一起去欧阳家的，而是他的竞争对手。对方竟然打听到他了，看来有点本事，也是对欧阳家厨师一直是在避得呀。战远起身走过去，打开了房门，看到站在门前的是一男一女2个人。男的年纪在40几岁，属于中年人了，女的看上去顶多20岁，很年轻，跟中年男人有几分相似，可能是父女俩，这是战远猜测的。你们是？战远眼神锐利地扫了2人2眼，视线便落在中年男人身上。中年男人身边的女孩子在见到战远时，眼神里有着惊诧，不知道是诧异战远的年轻，还是战远的帅气。战先生，打扰了，我姓唐，唐一薇，这个是我女儿唐天宇。唐一薇自我介绍着。战远点点头，唐先生你好，又朝唐天宇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唐先生找我有事？战远没有问对方怎么知道他的姓氏的，人家能打听到他的姓氏，并且知道他住在这里，自是有渠道，他也没有必要刨根问底，只要打听不到他是管城战家的6少爷就行。想来也打听不到吧， X 省离管城所在的 G 省很远的，战氏集团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在 X 省的 A 市都没有多少业务呢，倒是有不少加盟的连锁店。战氏集团的生意版图没有在这边扩展，不是没有那么大的野心，而是在这里已经有几大集团驻扎，为首的便是欧阳家族。战氏集团与欧阳家族的生意多有冲突，战氏集团进驻 X 省的 A 市的话，可能一进场就会遭到本市的几大集团联手狙击。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这是欧阳家族等几大家族的地盘，战氏集团再厉害，跑到别人的地盘上也容易被压倒。临近 A 市的 H 市还有个百年名望家族龙氏一族，龙家在 A 市也有不少的生意，所以战氏集团在 X 省的 A 市有点生意，都不是主要的，全都是避免了与这本市的几大家族有冲突的小生意。战氏集团在 X 省的 A 市便不算出名，除非人人上网去搜战氏集团，才会知道战氏集团是个什么公司。
但谁没事都上网去搜人家的公司呀？唐一薇笑了笑，说道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冒昧前来打扰一下，聊聊做菜的事。他又上下打量了战远一番，夸赞的道：没想到战先生这么年轻。通常前往欧阳家面试厨师一职的人，大都是我这种中年人了，太年轻的往往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欧阳大小姐会说太年轻的，学厨的时间不长，做出来的饭菜相较于普通人来说会觉得好吃，但对她来说吃不下去，所以招厨师的时候，太年轻的都会直接被刷下去的。战远并不想请唐一薇父女进自己的房间，他对唐家父女俩说道：唐先生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回房拿上手机，然后咱们到酒店1楼的咖啡厅坐下喝杯咖啡，慢慢聊。唐一薇笑着可以。战远扭身就回房里拿了自己的手机，然后出来，走吧，我请你们俩喝咖啡。战远关上房门后率先往前走，招呼着唐家父女跟上。唐一薇跟上他的脚步，边走边不好意思的道：怎么能让战先生请客？是我冒昧打扰了战先生，理应我请客。战远笑道：一杯咖啡不用多少钱，唐先生不用跟我争来争去的。唐一薇也笑，他觉得这个年轻的竞争对手挺不错的，就是不知道对方的厨艺有几分。唐一薇挺想进入欧阳家当厨师的，一是为了钱，二是为了名。他中专毕业后就开始学厨，干这一行到现在也有10几20年了，自认厨艺精湛。现在他的女儿也喜欢做菜，打小跟着他学做菜。女儿计划将来进军餐饮界，他就想为自己打响点名声，将来也能帮到女儿。在 A 市里，会做菜的人都喜欢说句口头弹，做菜做得好吃，能让欧阳大小姐吃一口，才能证明你做菜做得好。而欧阳家给出的薪水待遇又十分诱人，所以唐一薇很想应试成功。但是唐一薇不好意思急了，她不是第一次前来应试，而是来了2次，这一次是第3次了。前面2次面试过后，复试不过，她做出来的菜未能让欧阳大小姐认可。2次败北后，她回家又静下心来认真钻研菜谱，又苦练了2年，现在她烧出来的菜，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。唐一薇在前来应试之前，是在她家乡当地的一家酒楼当大厨的，工资倒也不低，但和欧阳家给出的薪水相比，还是不够看的，而且没有名气。这么说吧，欧阳家请到新的厨师，连 A 市的娱记都会报道一下，坊间的人更会拿欧阳家的厨师打赌，赌他们能在欧阳家干上多久。参与打赌的人还很多呢。唐一薇虽然也是 A 市人，但不是市区的，他在 A 市管辖下的一个县城里的酒楼上班，家里则是农村的。到了1楼的咖啡厅，3人找了位置坐下来，各自要了一杯咖啡后，战远问唐天瑜：唐小姐需不需要来几样点心？女孩子大都爱甜点，自己家里的女性从老的到少的都爱吃甜点。奶奶一把年纪了，他们不让她老人家吃那么多甜点，老人家都还会背着他们偷偷吃个够瘾呢，这让他们这些当孙子的真的是无可奈何呀。奶奶总是说她是老人家了，一把年纪，半截身子埋入土的人，能吃一天是一天，他们就不要管着她，应该让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面对能说会道的奶奶，连大哥都会败下阵来，他们这些小的就更不用说了。有时候奶奶还会嘚瑟呢，说他们这些猴子都是他老人家一手调教出来的，他们翻不出他的五指山，就更不要想着管制他老人家了。唐天瑜说道：那就来几样吧，不知道这里的点心好不好吃。他很喜欢做点心，现在他都开了一家点心店，生意还挺不错的。战远的细心体贴也留给唐天瑜很好的印象。唐天瑜按着自己的喜好点了几样小点心，等服务员走开后，唐一薇主动解释的到上午
战先生去欧阳家面试的时候，我就在附近刚好看到了。其实，在战先生进去之前，我已经从里面出来了。他面试后结果如何未知，他心神不宁的便没有马上离开，在欧阳家附近逗留，恰好看到了战远前去面试，记住了战远的样子，然后经过细心打听，发现战远和父女俩住在同一家酒店内，所以唐一威就冒昧地敲开了战远的房门，想和这个竞争对手聊聊，彼此摸摸底，打听一下，除了他们俩，还有谁前来面试的。战远温笑着，原来如此。我还在想，唐先生是怎么知道我的？唐先生面试结果如何？唐一威讪笑的道，还不知道，等着管家回复。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，不瞒战先生，我这是第3次来面试了。第1次来的时候还是10年前，那时候的欧阳大小姐都未成年呢。不过欧阳家阴盛阳衰，长辈身体又不好，听说欧阳大小姐15岁就开始利用假期帮着长辈打理家族生意了。所以10年前我第1次来面试的时候，欧阳大小姐在家族里已经颇有话事权。欧阳家换厨师，一直都是欧阳大小姐要求的，请谁用谁自然是欧阳大小姐说了算。唐一威回忆起自己第1次前往欧阳家面试的情景，他说到那时候很多咱们的同行都去面试了，那会儿大家就是单纯图欧阳家给出的薪资待遇太好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大家图的一是薪资待遇，二是名与利。从欧阳家出来，哪怕是被辞退的厨师，也会有各大酒店争着抢着要，也有其他豪门愿意花重金请他们。看来他对欧阳雅的了解还是不够，他等着唐一威继续说下去。很多人都满以为凭着他们精湛的厨艺，想征服一个16岁少女的胃，很容易的。怎么说，学了咱们这个手艺的人，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都不敢来面试的。大家都觉得各自走南闯北，学过各大派系的菜了，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，很容易面试上。结果很多人都被刷下来了，就连自信满满的我，也没有得到复试的机会。说我做的菜品倒是得到了欧阳大小姐的认可，但是味道还得不到她的认可。欧阳大小姐评价我做的菜有形无味。说到这里，唐一威的脸都红了，又停顿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继续说，那一次面试失败，并得到了欧阳大小姐的评价后，我还大受打击，有一段时间都走不出那句评价带给我的阴影。回去后我继续当厨，做的菜自己都觉得不好吃了。